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 的大杰。今天呢，我收到一位枪友寄来维修的 VF7-416 GBB 弹夹，所以我想透过帮他维修的过程当中，顺便为大家介绍它的内部构造，还有如何维修它的漏气，以及如何避免再次的状况发生。我先介绍一下这个弹夹的大部分的结构。首先，我们将底板的3颗螺丝拆除，以及弹夹上方的2颗螺丝就可以分解。再来，在弹夹的内胆有一个很长的螺丝，将它转下来之后，上方的零件就可以取出来。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内胆。内胆的部分其实很简单，除了中间有2个热条之外，其他就空空的。再来，我说明一下，当我们灌气到这个弹夹里面的时候，这个弹夹如何制造气密？它主要依靠底板有一个胶条，还有在这个弹夹上方也有一个胶条。透过像这样中间的螺丝逼紧上面的零件，以及底板3颗螺丝去逼住这个胶条，而产生上下的气密。所以大部分漏气的原因都围绕在上下这2个胶条，它可能产生了冻伤或者是破裂的问题。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，当我们灌入了过多的瓦斯进去，它吸了外部的热能之后膨胀，造成螺丝承受不住气压的压力，而向下面跟上面做一个退缩，而造成漏气。很多枪友以为弹夹漏气只需要将胶条更换就可以防止，但没有考虑到当压力过大膨胀的时候，产生螺丝崩牙松脱的问题发生。当下面或上面任何一边的螺丝松脱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弹夹就无解了。如果是上方的螺牙松脱的话，或许还可以靠换上部的零件更换之后来重新锁上即可以。但是如果松脱的是底部的螺牙的话，因为这3颗螺牙是跟这个弹夹本体是一体成型的，所以一旦脱牙之后就没救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建议大家要灌入适量的瓦斯即可。因为当你灌入过多的瓦斯，膨胀过头的时候，这些螺牙都会被毁掉。再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胶条的部分。这个橡胶胶条可以看到它有稍微变形，当然直接换掉会比较简单，但是如果想省钱的话，其实可以 DIY 试试看。因为有时候胶条它其实只是被瓦斯所冻伤，造成硬度变硬而失去了弹性。我个人的小秘方是拿这个胶条用吹风机将它吹热，让它软化，等恢复它的弹性之后，再将它装回弹夹试试看气密如何。再来是大家最常发生的后定失效问题，很多枪友都以为是枪机的硬度不够，造成枪机无法被枪机卡榫所卡住。但是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原因，就是在弹夹上面的后定机构失效。我们先简单说明一下它的后定机构的运作。当你打完最后一颗 BB 弹的时候，在我左手的这个推弹杆，它会顺势的往上，而造成这2个联动机构的运作。这个位置翘起来之后，会将枪机卡榫往上顶，而产生后定。但是在弹夹使用久了之后呢，弹夹的弹簧
就是这一条，会弹性疲乏，而造成往上顶的时间变得比较慢，而造成枪机卡榫来不及往上去固定枪机。一个改善的方法就是更换这条弹簧。我们有针对这个弹夹去设计出加强的弹夹弹簧，来防止后定失效的问题。那么究竟我们平常该如何防范这类的事情发生呢？首先，就像我在其他的影片一直重复的，这个弹夹在你使用的时候，尽量只灌入10公克的瓦斯就好，因为大部分一夹30发，大约耗6到8克瓦斯就可以打完。所以当 BB 弹打完后，你要重新装填它，这个时候再顺便补足10公克的瓦斯给它就可以。当你布完的时候，建议你留大约1到2公克的瓦斯在里面。这就好像汽车的胎压的道理一样，过多过少都会造成轮胎的变形。另外，如果你有更换 ANG 的气阀的时候，当弹夹里面完全没有瓦斯时，气阀的芯会完全陷进去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要重新装填的话，请先用手将弹夹上方的出气口堵住，再灌气，来制造气阀的气密，就像这个样子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随时保持1到2公克瓦斯在里面，你就不需要去做堵住出气口的动作。如此一来，也能够延长弹夹里面橡皮的寿命。最近有许多枪友不约而同的向我反映，就是他们在操作 VF7 HK416GBB 的时候，不管是使用原厂所附的 HK 夹，或者是 VMAG， 都遇到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打大约剩3颗 BB 弹的时候，都有机会上双弹的事情发生。这个问题我稍微研究了一下，它的关键问题发生在弹夹上方这边的含弹唇变形，而导致 BB 弹往上跳开来，而造成卡双弹。我们拿一个日本马路易的 M4GBB 弹夹来做比较，在马路易的弹夹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含弹唇的正上方做的比较窄，所以 BB 弹不可能从上方灌入或者是跳出来，它必须要从前方斜角才有办法灌入。当然，这个设计的缺点就是很难灌 BB 弹，但是相对它也能够有效的确保不会发生卡双弹的问题。我们回头看 VF7 的弹夹，很明显的上方做的比较宽，让 BB 弹有机会往上跳出来。当然，我必须先说明，不是每个弹夹都一定会发生这个问题。但是我有发现，最近有越来越多的人遇到同样的状况发生，所以在此我想要建议大家，可以在家里对自己的弹夹做一个检视，弹夹的位置是在最正常的状况。如果你上一颗 BB 弹发现这个 BB 弹本体有高于现在这个位置，甚至更高的话，那你就是高危险区。发生这样子的状况，它不单单只是会上双弹卡弹而已，进一步的它会损毁你的枪机头。像这个弹夹就发生我所说的状况，很明显的高出了含弹唇。有一位热心的玩家，他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改善方法，就是将这个含弹唇用尖嘴钳稍微把它夹紧一些。但是这样的方法毕竟效果有限，它有说明，当你装20颗 BB 弹的时候，还勉强可以正常运作。可是当你灌满30颗 BB 弹的时候，由于弹簧的压力变得更紧，
所以这个含氮醇变形的几率又变得更大了。由于这个零件是一体射出塑料成型，所以要完全根治这个问题的话，我们也只能期望原厂能够重新更改模具，以及有效控制品管。再来，有枪友问我，就是由 VFC 所制造的 VMAG 究竟能不能使用在 HK416 上面？就让我们直接来测试看看吧。所以答案是可以的。希望透过以上的解说与测试，能够让大家对它有更进一步的了解。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给我。以上就是我的测试与分享，谢谢大家收看。